捡回来的流浪猫有些不对劲，怎么和我学校的傲娇校花一个模子？随即我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我觉得你和我们学校的校花很像，又傲娇又没礼貌。它叫赵熙，所以你就叫小熙吧。怎料小白猫顿时生气了起来，可恶的男人！小熙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，知道吗？喵。猫的眼神十分不善，听到了就好。小熙真乖。由于今天早上下过雨，而我又把伞借给了赵校花，淋了一路的雨，身上总觉得有些潮乎乎的。与此同时，小熙正盯着，用眼神询问什么时候吃饭。谁想到我脱衣服的速度快得让猫来不及反应。冰清玉洁的赵大校花第一次看到男孩裸露的上半身，那平坦的腹部甚至还带着6块腹肌的轮廓。坏蛋！小熙的小猫脸像是烧红了一样，整只猫慌里慌张的飞一下子钻进了床底。它不是故意要看的。看着逃命一样的小猫，我一脸疑惑，什么鬼啊？这只小母猫还知道害羞，大家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物种好不好？这只猫该不会高冷太久，连看个人都觉得眉清目秀了吧？20分钟之后，洗完澡换掉了衣服，然后就进了厨房。考虑到猫咪的口味问题，我在炒饭里多放了一些虾仁。小熙蹲在餐桌上和我面对面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对于赵熙来说，李默真的算是个不错的人，又会做饭又爱护动物，除了成绩差点真的没有什么缺点，而且身高有1.8米，长得也很帅。这样的人不爱学习也不谈恋爱，真是奇怪。肯定是因为说话太不中听，所以才没有女孩子喜欢。喵喵！小熙伸出爪子敲了敲小钢盆，招呼我添饭。我也顾不得他抬头，随手给他盛了一勺炒饭过去，又继续盯着旁边的笔记本，自己莫名其妙的开启了个什么学霸模式，记忆力简直逆天。但英语的读音和数学逻辑他还是一点都不懂，所以我打算报个网课，看能不能恶补一下。但是网上似乎并没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课程啊！想当个上进的学生还真难。闻声，小熙抬头，抬起雪白的小蹄子绕了过来。他竟然在找学习资料，适合记忆力惊人但基础很差，相当于没有基础的高3高考生100%上大学网课，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喵！我抬起头，干嘛？又饿了？小熙摇摇头，明亮的眼眸有些灵动。哦，你说网课呀？学渣也有上进心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也不求考什么名牌，跟火箭班的人考得差不多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最好超过那个傲娇的校花。赵熙哼唧一声，立刻仰起头，露出蔑视的眼神。自己的成绩可是全校第1，好不好？还想凭借网课这种东西超过自己？这个李默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，也真是敢想。喵喵！我闻声抬起头，看了看空荡荡的小钢盆，又吃光了。你是猫还是猪啊？喵！小熙一脸奶凶，气呼呼地看着我。没错，自己现在确实是只猫，但是自己所需要消耗的能量却和人一样，不吃多一点怎么行？他昨晚就吃了1小口，还以为能饱，结果没到下午就饿坏了。算了，没有适合我的网课，那就只能继续闲鱼了。不是我不想努力啊，是老天不允许啊！我叹了口气，一个后摔躺在了自己的床上。此时，小熙也吃饱喝足，溜溜达达地下了餐桌，窝回到了地毯上。对了，小熙，你来了之后一直没洗过澡吧？虽然看上去皮毛很干净，但说不定有什么细菌啊，要不给你洗一下吧？我打算给他洗个澡什么的。听到这句话，小熙顿时吓坏了，一溜烟再次钻进了床底。自己是女孩子啊，是女孩子，我堂堂一个校花，住在你家里也就算了，还要被你抱着洗澡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赵熙化身的猫咪在床底下疯狂摇头，这不是他应该遭遇的事情，他很纯洁的好吗？要是李默真的这么做了，自己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不行，就算是以猫咪的身体也绝对不行，不想洗。你果然是个脏猫啊，这一点和我们校花可不一样，听说他有洁癖。小熙在床下怒气冲冲，是他有洁癖，但是比起爱干净，自己的清白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混蛋李默，你想给本小姐洗澡早还早100年。正在此时，那双竖起的猫耳朵一动，再次听到了对方的声音。算了，反正我今天也累了，你不想洗就不洗吧，不过明天必须得洗，你想跑也跑不掉，知道吗？做猫的不说爱干净，起码不能太脏吧。我敲了敲床沿，顿时吓得小熙在床底一哆嗦，这是威胁，赤果果的威胁。喵呜，脏猫不许骂人，嗷呜嗷呜，学狗叫也没用。我伸手关上了灯，转眼就陷入梦乡。没办法，心又大，学习也不好，没啥压力就是睡得快，于是一夜安静，转眼就到了早上，和昨天的时候一样。一醒过来就发现小熙已经不在了，我也不觉得意外，只当他是出去遛弯了。年轻的猫咪不用自己赚钱买小鱼干，当然就只剩下到处疯了。于是他洗刷了一下，背着背包就走出了房门，来到教室，他把自己的背包放下，沉重的闷响吓了前面的老宋一跳。我靠，李默，你把砖头搬到教室里来了？我摇摇头，从书包拿出一摞书，这是我高中3年的所有课本。我靠，崭新的呀！老宋惊了，你真的一次也没翻过？放屁，扉页还写着我的名字。老宋咂咂嘴，你高1入学的时候好像是全校第3吧？怎么混成现在这样子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微微叹了口气，那是一段他不想回忆的往事，也正是那件事，他才会选择独居。算了，就是不要再提，我要背书了。翻开课本，不断翻动，3分钟就翻完了一本。老宋看得心惊胆战，心说这样叫背书，我要是信了就是傻逼。正在我疯狂啃书的时候，走廊里忽然传来了一阵惊喜的尖叫，快看，校花来了！她来2班做什么？校花平时不是除了上厕所，从不离开教室的吗？声音响起，四周围瞬间围满了人。只见赵熙抱着一摞笔记本，脚步款款地从1班走到2班的门口，他的小皮鞋在光滑的地板上传出一阵咔嗒咔嗒的声音，每一下似乎都踩在了那些痴迷的男学生的心尖上。快看，校花进2班的教室了！赵熙在人群的目光中走进了2班，顿时惊住了班里的学生。校花怎么来了？还抱了一大堆笔记本，她好像是数学课代表，收作业走错教室了吧？砰！说话之间，赵熙把厚厚的一摞笔记本放在了我的桌上，正埋头苦读的我抬起头，微微一愣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给你，给我。放下数学课本，我拿起最上面的笔记本看了一下，里面记载的全都是数学这门科目里最精华的知识点。我靠，这是女神学霸的课堂笔记，这是要让自己好好学习。
习。怪了，他怎么知道自己忽然决定要发愤图强的？我看着他，似乎是想从他精致的脸蛋上看出答案。赵熙从未被一个男生这么直勾勾的盯着看过，真的，那些跟他表白的人几乎没有敢盯着自己的脸的。所以现在的他很害羞，脸颊迅速晕开了一抹红色。这一幕把围观的众人全都看呆了。先是校花银铃般悦耳的笑声，又是害羞的神态。为什么冰山一样的校花最近忽然不冷冰冰了？众人的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，脸色逐渐愤怒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他和校花什么关系？对啊，明明是个学渣，为什么和女神这么亲近？最可怕的是，这次竟然是校花主动过来找他的。靠！我很愤怒，我要咬人，我的世界观要崩溃了。女神不会是喜欢上这个李默了吧？不可能，他是6个鼻子8个眼，一定是有什么别的原因。在众人的议论声要掀翻屋顶的同时，赵熙终于承受不住我的目光了，他的脸像是烧起来了一样，于是赶紧转身，急匆匆地向外走去。此时，2班的数学老师走了进来，看见赵熙的时候还愣了一下，这不是全校第1的赵熙，走错班了？没错呀，这就是2班了。李默和宋强这2个倒数第1，第2不还在呢吗？赵同学，你怎么到2班来了？找人？赵熙轻咬薄唇，朝着数学老师点点头，立刻走出了教室。当校花的身影消失在门外，我缓缓收回了自己的目光。难道是为了那次下雨的报恩？这丫头有点意思啊，看上去似乎也没有表现的那么冷漠。1堂课的时间，我把赵熙的所有笔记都看完了，而在看完的同时，那些娟秀的字体也全都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不得不说，赵熙总结的这些笔记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。现在的我不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之前背过的数学课本全都连贯在了一起。老宋，下次月考我要拿全班第1。老宋转过头，真的假的？你忘了我恐怖的背书能力了吗？再加上赵熙的笔记，妥妥的。经过1天的相处，没想到第2天大校花就变得很不对劲。前1天我还在为提高成绩头疼，今天他就把自己亲手整理的资料送了过来。老宋忍不住八卦了起来。对了，老李，你跟校花什么关系？他怎么对你这么好？我还有机会吗？我轻声一笑，不，我觉得你没有。正当2人说着话，一根半截的粉笔头呼啸着飞了过来，然后砰的一声砸在了我的课桌上。2人顿时抬起头，发现数学老师已经黑了脸。下课说话还不够是吧？上我的课还聊？来，上来做个题。老宋愣了，然后他站起来直言不讳。数学老师冷笑一声，李默，不用问，你也不会吧？是的，老师，我也不会。我也站了起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我已经背完了3年的课本，还看完了校花的笔记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种题根本就是小儿科，但在这里逞英雄算什么本事？我要的是在月考当中一鸣惊人。垃圾，简直就是浪费教育资源！你们还上学干什么？叫你们蛀虫都是夸你们。数学老师一脸讥讽，伸手在黑板上写出了整个解。就算我写出来，你们能看得懂吗？老宋摇摇头，看不懂。我看到你们这样的学生就恶心，给我滚出教室！老宋脸一红，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教室，而我则在即将出门的时候停了下来，然后转过头，我看了眼黑板，老师，你的第2个步骤写错了。如果函数的图像关于圆点对称 f(x) 可能是极大值，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，这是题目的首要判定条件，请注意审题，不要误人子弟。话音刚落，全课堂都静了，连数学老师都有些错愕，并难以置信地看了我许久。一个从来没听过课的学渣，竟然说自己错了。他回过头看了眼黑板，重新把这道题审了一遍。令他更加难以置信的是，自己真的解错了。数学老师僵住了，他的粉笔悬停在半空中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自己刚刚还骂李默是垃圾，结果自己连垃圾都不如。老师怎么愣住了？难道真的写错了？靠，我都抄了1大半了。不会吧？李默懂个屁，他肯定瞎说的。对啊，他数学都没考过30分。正当众人疑惑的时候，数学老师忽然怒了，他啪一声丢下了书，转身就离开了教室。他不可能承认李默是对的，那他的面子往哪放？见到这一幕，班里的同学全都傻了。我摇摇头，走上了台，把老师留下的错误答案擦掉，重新写下了一个答案，然后把粉笔丢下，神色如常的拍了拍手，走到了外面走廊里罚站。教室里静了3秒，然后就爆发出了一阵吵闹声。卧槽，李默怎么忽然这么厉害了？他不是不听课吗？难道是赵熙？什么？关女神什么事？我是说，不会是女神亲自给他辅导的吧？羡慕啊，羡慕的我鸡儿发紫。与此同时，站在走廊里的老宋悄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，这可太解气了。那个更年期的数学老师一直拿他们这种差生当废物，平时不只是拿话挤兑他们，还对他们进行各种语言和身体上的羞辱。按照老宋的想法，这个人根本就不配做老师。老莫，你可真给咱学渣长脸，低调低调。我气定神闲地扬起嘴角，然后忍不住把头偏向右方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2班的前门，右边就是1班的后门。透过玻璃，我正好可以看到赵熙。今天的他穿了一件浅灰色的短袖，水洗色的牛仔裤，脚踩在课桌前面的横梁上，黑色小皮鞋一下下敲击着桌面。这丫头心情似乎挺好，怪不得全校的男生都这么喜欢她，真的是光看背影就足够让人心动了。正在此时，赵熙的身体忽然一停顿，他似乎是有所察觉一样，不由自主的就转了过来。2人的视线在半空中交互，然后立刻移开。赵熙的脸颊微红，脚上的黑色小皮鞋也不点地了，就那么低着头，似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课本当中。他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脸红？我还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自己只是把雨伞和雨靴借给他了，用得着脸红吗？但赵熙可不是这么想的，刚才与自己视线交汇的家伙是个想和自己一起洗澡的人。叮铃铃，正在此时，下课铃忽然响起，坐在教室的学生们立刻耷拉下肩膀，从紧绷变得放松了起来。学生们该继续聊天的继续聊天，该上厕所的上厕所。原本安静的教学楼再次热闹了起来。此时，校花站起了身，和旁边的英语课代表一起从教室走了出来。赵熙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还是不会，上完厕所之后你教教我吧。我是不是太笨了？怎么都学不会？没有。赵熙心不在焉的回话，然后在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低下了头。这不是害羞，这是慌乱。一遇到李默就慌乱的不行，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是他的猫。见状，我沉默了片刻，
刻，再次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，这丫头真的好像我们家的小西啊，也是自己一张口，她就吓得到处乱躲。赵西，闻声，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回过了头，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，因为每当有人当众鼓起勇气叫女神的名字，那必将意味着一场表白的到来。赵西的脸微微泛红，怎么了？笔记本的事情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赵西细若闻声的回答完，拉着一班的英语课代表匆匆去了厕所。小西，你和李默什么情况？赵西听到小西这个名字，忽然颤抖了一下。别，钟舒淇很奇怪，什么别叫我小西这个名字。哈，赵西紧咬着薄唇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。事实上，他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有猫的反应，这个名字太可怕了。见状，钟舒淇整个人都凌乱了。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你竟然不让我叫你的昵称，我就要叫小西。赵西的脸红的能滴出水来，求你了，别！钟舒淇似乎察觉到了诡异的地方，赶紧收声，慌慌张张的扶住了他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这2天这么奇怪？没事，就是对这个名字有可怕的反应。赵西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悄悄看了下李默，这家伙此时正趴在窗户前，看着窗外的景色一阵失神。